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大山里啊，这是一条毛路，然后呢，通向这个深山的一个大峡谷。我看这个公路呢，好像已经没什么车走了，我们下去探秘一下。从我的经验判断呀，这个路已经没什么车走了。你看这个边上都是被水冲成这样子的，这边这个路好像越来越陡了。有这么陡啊？哎，这里有人居住吗？这里好像发现了一片土地啊。我把车停到那个前方那里吧。哇，这里这个环境真的漂亮啊，世外桃源一般是吧？这些种植的全部是金银花，看看这朵很漂亮吗？金银花呢是拿来做茶呀、养生啊什么的。哇，这个地方有一大片的房子啊，是一片还是一家呀？你看，整个四周都是森林，那就在这里有一个房子，好漂亮这个地方，看看。然后那边好像听到隐隐约约听到有不少人在那里聊天，应该是在山上干活。哇，这个地方太漂亮了，朋友们，这个地方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啊，应该是一个大家族的人居住在这里。你看这个房子就比较大，很长的一个房子。然后那边呢也有一个3间房，这儿也是3间房，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大家族的人居住在这里啊。这里好像在搞养殖啊，这边很多的粪便，然后后面是住人。哇，你们看看这个地方太美了，门前就是小小的溪水。这边过来看一下，主人家好像在地里干活。在搞啥子啊，主人家？搞金银花啊？哦，这全都是金银花哈。哦，你们等于是从外面进来干活的哈。你的晓得搞的金银花？哦哦哦。你们那是原处过来的哦。3万面哈。哦哦哦。哎呦，好热哟！我说慢啦，老板，你们不是，你们全部都自家带起来的啊？啊，自家在屋头带起来。啊，那你看都没有起我的谷子。没起胡子，你给刚才夜市没打的胡子够。我不吃，我不吃，我在这耍哈多哈阴凉。他是老板了吗？啊你们干活了好几天嘛？啊，好几天呢？我们这里干活不是工资就不高哦100。 150块钱一天。你看老板不开心了噻，你们也那个老板好，他就不给150一天的哈，你看150天半。 100块钱一天哈。就是辣椒的黄瓜呀，可以去干，可以去干。哎，去了你们有没有？这哈儿壳，这个黄瓜也好吃。我刚才就活不成这样。哦，肯定啊。这个黄瓜贵。他这房子好像都是西晒哟哈。你老板在哪里来嘛？我吃饭就不管你了哈。不管我，不管我随时都带你吃的嘞。整个四周全部是原始森林，就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这里房子又非常大啊，3合头的一个大房子。他本来是几兄弟的，现在呢只剩排行老2的这个叔叔住在这里，其他人全部不在。然后这些玉米呢都是他种的，整个这个周边这些山边这些土地呢种的是金银花，是另外一个老板承包的，大概有100多200亩。刚刚在这里吃饭的这些呢，也是来帮这个承包土地的这个老板干活的。然后实际上这里呢只有一个大叔居住在这里啊。
但是呢，没有等到他来呀，我已经到后面这个大山上去转了一圈回来，依然没有看到他。你们说，在这样的环境居住好不好？那太好了，对吧？路又通的，虽然是毛路，又凉快。这个地方海拔有1200米。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哈，我要赶紧去找饭吃了，肚子饿了，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又在山里面来了哈，我要去前面一户人家探访2位老人家。2位老人家呢都是70多岁了，然后他们这个生活还是不太方便的，因为公路没有通，从他们家那里走到公路呢，就走这个小路哈，大概要走10多分钟。然后那个村里面呢，一直劝他们说去养老院，但是他们2个呢又不是特别愿意哈。今天呢，我们就过去探访一下，看看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不太愿意去这个养老院哈。这样呢，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啊。那里那一户人家，然后我们现在要从这边走着过去，就是走这样的小路啊。我已经走了差不多一半了，就是这里过去呢还有几分钟就到了，不远了啊，就这样走过去就是了。这2位老人家是非常勤劳啊，看一看这些土，全是他们2个老人耕种的，然后里面已经撒上菜了，周边这些土全部在耕种啊，而且他们每年就是种的这个玉米啊、南瓜呀，还有什么红薯啊，看看这上面这块就是红薯，都种的非常多，根本他们就吃不完。然后种好之后呢，还会到处去送人啊，就是送给比较村里面其他人来这里采，因为他们就喂一个猪，喂一个牛，基本上自己种的东西全部都吃不完。没有啊，他们喊你去做检查员了。我啷就的？你那个想法了啊？啊？你这会儿的，你还是不肯哈？他们还好多都来劝你了哇？是啊，我不肯。那你去了哈？你看有钱没？我都几个安逸嘛，不要打牌，又打2盘。要吃饭，要饿了就可以整点吃话，一定是靠定时间的嘛。他们爸爸来送手机，请手机，来啊给熬村长来3个月。来呀，我把谈的，我这具体哦，你把第2房子我开住噻，第2房子这个我真的我这种自己找要起身，就60天，那就把门锁了，我房子没结做，我哪去不？我转的一点走都没去得。转来就没地方了。转来就没地方。因为你这个房子也人家的。房子人家的，我也走，我也起身也到就。一转来找地方睡都找不到。也走了2代就也不习惯。我本来又走成左手的嘛，我本来看你左手的嘛，我当时我也开，我家的房子里面政府也不叫我整，这个房子人家的，我也走了6号，转人家把门锁了，我在哪里去啊？就把他们就干的，还是考到些的噻。他们也没办法哈，也不敢逼你哈。他们是不敢逼我。你再加个整改嘛，我觉得。再这个去整改了。你反正又不是没钱，你看一年领高地的政府的钱领了好多啊？18000哈，对了，有10000块钱你够用噻。你自己种那么多地，你这个少种点嘛。周围团队都干起了。像我2个桥洞，我门4个桥洞好多，我门这个10多亿，还有就是米花，还有用狗，还有用狗，还有我也是还老汤都没拿去送人。送人你真的那你又喜欢干。都在。原厂我都烧成都拉2车了，还有被你烧都是几瓶了。他在我门口一下就。
有人嘛是要大家都要回乡了嘛。而且你报名的不要2平米。他们来背烧的哦。这边2平米啊，这个背头不要平米啊，小葱也干，背头不要平米啊。我的做一次不能也都在，要说给说些他们又干家工就要打牌啊。哦，你这个倒带我的做的还要再整点地呀，打点牌呀，其实还矮一点。是的，我耍球不是。耍不是啊。就给整天天头就拿给鸡巴少工，我说解释别人的，你叫我对这个我别的我就干了。我当然我的意思也2个人，但我都做的好点哈。实在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哈，实在有一天哪个先做的哈，20再去不迟。是啊。我觉得我是自从想法。那就给他。还是我都爱的哈。大家好，我从那个山顶上这里下来。现在这里是山腰，然后看一下下面，这里还在半山腰哦。然后这边呢也住有2户人家，这个公路呢已经从山顶上通下来了，但是这个公路呢只到那个位置就到头了哈，下面是没有公路下去了。这边呢也是这一节路到这一户人家就没有了，咱们走那边去看一下吧，看看有没有人在家里面。这里这个后山真的是陡，你们看一看，感觉上面这些石头随时都会垮下来一样。咱们再看看对面那些山上，全是一片荒凉，放养非常不错啊。养牛养羊什么的非常不错，看一看那一大片山全是荒的。这个沟底呢应该是住有人，咱们看看沟底那些土啊，好像是有耕种的。这个路边都有种这个葱、蒜，还有这个是什么菜啊？这个菜叫甜菜吧，我也不认识。这个是青菜。你还想来搞我是不是？胆子搞大了。嘿嘿。走，吃饭没有人家？走。蛋糕啊？我怕蛋糕哎。你们在那这马路走来这就被偷了哈。啊，别家老家娃别家。人有保呀。人有保。大两头啊。你确定不搞哈这个狗？你还喂不少的鸡哈？哎，搞哈，我要揍你哈！你鸡要大头家噻？这个土鸡哈，你们这儿还要的，还看得开。2块啊！2块哈，真的不搞哈？我给你泡泡。坐，我耍，光耍。不坐。坐。你们咋就这家了？基本上搬过去了，不坐。搬过去了。我看东边都搬过去了。搬过了。年轻的也在外面哈。我不收。你干那么多土啊？底下土全没整起的啊？背久了都知道好土。你们这那我们2父子。2父子哈。底下都还有几家了吧？底下有2家还没出来搞养殖。路不通噻。毛路，到了没去打，这下个的毛路。弄他们那么多。弄哪里没打？你没搞养殖啊？你在这里可以搞养殖噻。我有4万牛。为有4万牛。为母牛划算。是为母牛，你为出来牛出了4年没搞肚子了。为母牛划算。出来牛1年最多赚4000块钱纯赚。也给牛啊？出来牛了哈，那现在这个我家买的，35的小牛儿买的，深圳你还要卖17、18，你最多赚4000块钱，要喂年。还喂年？赚4000块钱你还粮食不出？粮食出进哈。出进。但是一个母牛在明年放你走，它是才哈。1年纯到70、8000。
这个宰了78个月，但你养得好，甚至管8000块钱，一个小母牛。那就是假如喂一个，意思是说喂一个母牛，一个母牛了，一年可以赚8000块钱大概。做了，一年可以顺找8000块钱，我做了。如果是喂那种全栏牛了，就最多赚4000。4000块钱，你把饲料、草全部出成钱。你喂母牛也全部出啊？你母牛你3放了吗？走。喂都绕会儿多。喂都绕会儿，我给那么你喂母牛哈。3放，你一年就一天就打1斤8块面哈，平均吃哈，可能这个不多绕啊。1斤8块面打1块2钱。你360斤8块8块钱，淘宝羊包款500块钱一个牛哈。500块钱随便都要卖得那个，平均就是那200块钱，再不这钱，这个牛的8个月哈。最少得7500至8000，最少。如果是长得好了的黄骨的，因为我要卖2，还卖输球了，他把这3个斤卖了，那个现在400亿，9900亿卖的，3个月的黄骨的，那个牛就长得好。喂母牛，找那个是产崽1年，小牛的，不谈3个月4个月卖，平均就有点不涨，保证8个月卖7000至8000，最不找钱，但是平均吃7000块钱给母牛。喂得好点的母牛需要好点，可以平均达到8000块钱一个母牛。出饲料，出干打净。自己喂母牛，然后下崽了之后把崽儿喂大了卖，还是卖崽儿吧？卖崽，直接卖崽哈。直接卖崽。头这个月的牛的，就你喂大了卖15块16块哈。小的就可以卖30块1斤。像现在的20斤的好就是人家卖11、12块的肥猪，你懂这个意思啊？对。就这个请卖崽，不要那超过1岁就卖，1岁以前卖是最划算的，当双养猪儿了。散养是最划算的，散养你不去拉酒糟，你不要看你那个酒糟老龙头260块钱吨，那个一天一个牛要吃几十斤的，老龙260、270吨，说起倒也便宜哈，10几块钱卖斤哈，一个牛一天随便吃个10几块钱。是，他就饲料有些牛干得了干20块钱，你算你有那搞头嘛？给算下来，我说你，只有散养母牛为啥嘛？散养母牛最划算。那你转了要喂点粮噻，一般？转的嘛，一天就一个牛包吃1斤8块面，你喂2羊包就够了噻。够了其他，你有1斤8块面给他喝半盆水，有2把羊包他点点羊味儿，他喝了他就睡球了。对头，酒糟都不要了。不要酒糟，你喝不有，草我都不种。对，你弄大的山来种了也是草啊。每天就在混迹这个，我们种的。你还有混迹的，你就算了，你喂5个牛了都可以。再喂3万块钱嘛？30万块钱，30万块钱了嘛？一年再个2、3万块钱找得起。顺你把保卫钱出来都找得起。当说，像我们农户的时候，你说个打工佬找了3万块钱嘛，找不到了噻。对，你这个想法对头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贵州铜仁的大山里。今天呢，要带大家去探秘一个羌族村寨。羌族在贵州省呢，仅仅只有1600人左右，是贵州省所有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一个民族。我们即将要去探秘的七树坪羌寨呢，也是贵州省唯一的羌族村寨。走，我们进去探秘一下。我们这个翻山越岭呢，终于是来到了这个羌族村寨的一个大门口。要到这个地方呢，还是比较难走的，都是要走盘山路。这个地方呢，距离铜仁江口县呢有30多公里哈。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村口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上边写有七树坪羌寨的一个字样。那么这儿呢，也是一个大门，也是他们村寨的一个碉楼哈。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碉楼呢是后来新建的，全部是石头砌上去的。还有啊，这个中间是镂空的。那么碉楼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可能在以前的话，它主要是一个抵御外敌岗哨的一个作用吧。走，我们到里边去看一下。一进到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广场啊，这个地方风景非常的漂亮。看一下，很大的一个广场，这边呢有
乘凉的一个凉亭，很长的一排。我估计呢，他们村寨里面搞什么活动啊，过年呀，会在这个地方来进行活动，对吧？然后这边呢有一个七树坪羌文化的一个陈列馆，应该没有人看守，也好像没什么人在这里管理，对吧？只看到一个房子在这里，没有人管理，门也是关着的。这里是一个羊的一个形状啊，它主要呢是羌族人的这个图腾呢，它是羊，而且羊呢，他们认为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整个羌族的贡献啊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这个村口这儿呢有一棵比较大的一个桂花树啊，你们看一下这棵桂花树是不是像一个迎客松的一个造型，很是漂亮啊。村口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一口水井啊，它这个上面写的字样呢叫尔玛神井。尔玛在羌族人的这个概念里面呢，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意思啊，自己人的意思，或者说本地人的一个意思。我在这边呢也喝一下这个水啊。这个水喝去有点甜味的感觉，真的是真正的山泉水，不会是他们的神井流出来的水，对吧？再喝一口，有点甜味，真的好喝这个水。耶，几个老人家在这里打牌呢。啊，打什么牌啊？扑克牌。打升级。是升级是吧？嗯。打50分，那样打就是打升级，打黑了。我说怎么大了也就听到声音了。这挺好的哈，在家里没事打打牌。哦，我明明说我就打了。啊，这是2个人打2个人吗？哎。哦，对家打对家。几个老人家在这里打扑克牌，不打扰他们呢，我到村子里面转转。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寨子中间的这个位置啊，大家看他们羌寨的这个建筑还是有一定的特点的。你看这个房屋的两边啊，都是有这个石墙的。那么它为什么有这个石墙呢？可能是跟他们这个游牧民族有关，对吧？为了起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顾名思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木质结构的这个房屋呢，实际上它是起不到任何的一个保护作用的，对吧？那么你看这个房间的这个外墙啊，它都有这个墙，有这个石墙，加上这个泥土来进行夯实的。也就是说，你稍微一点点的力量呢，你是没有办法哈。但是我们真的是这种纯木结构的这个房子呢，你是很容易就进行破坏的。以前呢，你想一下嘛，这个在100年前，不要说100年前吧，就算50、60年前都是比较乱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居住的地方呢，还是要把这个安全防护这方面都把它做得更好一点。你们看这个位置哈，特别有那种歪门邪道的这种建造风格。再看我这个身后这里啊，这里呢又是一条小道啊，从这个地方过去。那他们每家每户之间呢，实际上也是相通的。我到这里之后，我发现这边非常多的一些房子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啊。你看，这一片的这个房子，包括这一栋楼，对不对？就是我周围这一栋楼，包括这里面好像都没什么人居住。这个一看呢，就是一个大户，对吧？以前的一个大户人家。我们走进来看一看啊，进来之后会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晒粮食的，这个呢叫是晒店啊。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人是一家大户人家哈，看看这个山河头的一个建筑，对吧？非常漂亮。
这边这个房子是最古老的，这房子我估计最少有个100来年、200年。再看看我们上面的一些窗格，对吧？包括这个外门的这个颜色呀，天哪，都是成这个样子的了。我估计这个房子最少有个200年左右啊。这样的古村寨呀，现在是特别少见的。这个地方嘛，就是保留了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你看，像这些房子都是，把门锁住的，没人在家哈。他们把这个木材啊，烧火用的木材都是堆砌在这个2楼的。哎呦，我天哪！这些房子都已经快倒了，也没人管。你看吧，看这个位置，这些房子啊，你看这个集群的村寨啊，都已经没有几户人在家里居住了。其实有时候挺感慨的啊，这个地方最少有个60、70户吧。那你现在已经看不到几个人在家了。满载。你是做哪了？我啊，在这边来耍呀。这个村寨过来耍哈，但是看不到，但是没得那个人的了哈。他那个只有20几个人的屋子了。啊？都是老的住不得的，只有20几个人的屋子。只有20几个人呐？哦。本来有几百人哈。往前有200几。200多。280。200多人，现在就只有20多个了。通走了，咱住不得，都是老的住不得的。老实的那些。都出去打工去了哈。哦，抓没？不走了，不走了，我都走那边去。哦。哦，你也是羌族吗？是。也是哈。他们这个为什么要建这个呢？以前建的吧。你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有好多年了哈。以前建的嘛。你可能好多东西你也不知道了哈。哦。啊，我还以为这里还有好多人住，现在都没什么人了。没什么人了，都房子都出去了。哦，你走吧，你走前面吧。都是满坡太。到这个羌寨里面去转了一圈，60、70户人吧，接近300人。现在村里面仅仅剩下20多个人，年轻人全部都出门打工做生意。00几年的时候，这个地方还人非常的热闹，包括那个时候也还弄过旅游区啊。它因为是贵州唯一的羌寨嘛，你看，时过境迁啊，才10多年的时间，然后所有的年轻人都走了。那现在呢，这个地方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因为现在来这里啊，你也看不到啥东西，只看到一些房子。如果你们真的想来看一看的话，我倒是建议你们可以到10月初1的时候来，因为10月初1呢是羌族人民过羌年，那个就不亚于我们腊月30过年的过元宵的这个感觉哈。所以在10月初1这天呢，这个寨子里面的所有的年轻人呢都会回来，而这个地方呢也会举行一些活动。所以你们想了解一下这些羌族的文化，包括来看一看这个寨子，那你们都可以10月初1的时候来。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哈，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要带大家来探秘大山了。刚刚在这下面这个村庄啊，有村民告诉我，还有2位老人呢，独居在我身后这座大山的后面。从这个地方走路上去呢，可能要走个把小时。这里呢也是几十户啊，但是现在也是只有4、5户人在家。我们要去探访那2位老人家呢，是需要从眼前的这条小道穿过这个山，然后再翻过去，要走个把小时的一个时间。我们现在就慢慢的往前走啊。据下面的村民讲啊，以前这个山里面也还住着10几户人家，只是现在呢全部都离开了，就只有2位老人留守。这个山里的植被啊还挺茂盛的，都是这种沙树，成片成片的沙树。如果这些沙树可以卖的话，
也可以卖不少钱哦。看一下，整个山上全是这种笔直的沙树，沙树呢是可以拿来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家具的哈，因为这种木材硬度比较好，然后它的树呢长得也比较直，所以说很多家具呢都可以用这个沙树来做啊，包括我们农村建的房子啊，也都是主要要用沙树。你们说古代的人咋想的？非要跑到这种深山老林里面来居住呢？特别是咱们贵州啊，好多人都是居住在深山老林，空气好，风景好，但是随之带来的呢是生活不方便，去赶个集要走几个小时，特别是小孩子上学呀，那真的叫一个累啊。因为我们也是住在山里面的嘛，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要走4、5个小时，你们平原地方的人很难想象。周5的时候放学了，走到家里多少时间呢？是晚上9点钟、10点钟左右。家里面的大人也比较担心，一直在家里等着。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会遇到狂风暴雨、山洪等等啊，别提了。所以说你看我现在一个人置身在这种大山里面走，有很多人问我怕不怕，我怕什么呀？这里呢就到山梁上了，在这个山梁上歇一歇。我感觉居住在这里面的人啊，他们出山进山的时候，有可能每次都会在这棵大树下休息一下。我也在这里休息一下，喝一点这个咱们贵州的特产赤泥原液啊，补充一下能量。它天然维 C 素的含量是800毫克，然后天然SOD 是53000U。我们补 VC 呢，一个成年人的话，大概需要100毫克的这个 VC 就够了，而这个呢，一瓶有400毫克，所以说喝一瓶呢，就够我们一天的这个 VC 摄入量了。我每次在山里走累了之后，我都会喝一瓶咱们的这个赤泥原液哈。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VC 和 SOD 对人体的作用，那是相当的厉害啊。看这边就是从山下拉上来的电线，这里呢已经到了他们种的这个土地了。哇，今年这2个老人家是不是还要打算好好的多种一点地呀？看一下，这里是刚拦起来的，这一块地上的草也是刚砍的，难道他们还想在家里面好好的种一下地吗？哇，已经到了，这里有一个房子了，我们看到这边种了一些菜，应该就是还留守在这里的2位老人家种的，边上呢全部都用这个木材还有这个竹叶枝给拦起来的，可能是为了拦野猪，还是养的有鸡什么的。哇，这个地方视野也是非常的开阔，看一下对面那都是高山呀，然后这里这些房子呢，它就是建在这个坡上的，而这个坡呢，它也是缓坡啊，不是特别陡的那种。到底他们住的哪一个房子啊？是不是那个比较像？这个好像不太像。先走那个，好吧？好勤劳的2个老人家呀，这些地都翻出来了，还有上面也种有一些地，他们真的是挺勤劳的哟。以前这里住有10几户啊，现在就看到这几栋木房子，原因是有一些人家他搬迁了之后呢，他就把房子拆掉了，就是那种扶贫搬迁的嘛。如果不是扶贫搬迁的呢，就没有拆房子啊。这里就是4栋房子，这里1栋，这里1栋，上面那儿1栋，这个地方1栋，估计2个老人家是住在这里的。你们看这里写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字，这就证明了咱们山里人啊是非常淳朴的。
你有外人来，你不认识，你也可以进他的屋。看到没有，写的字，请开门进屋，要关上，看到吧？他对陌生人他是一个欢迎的态度，你可以开门到他家里坐，但是坐了走了之后呢，你把门给他关上。你看，这就是咱们大山里面的人的一个淳朴。两个老人家应该是住在这里的，这里看到外面有一个水缸，有一个水桶，门口呢还挂了一些风筒，它的两边都用这个木材给拦起来的。看一下这边也有一个南门，这边也有。有人在家没有？有人在家没有？门是锁着的。哎，这两个老人家不是在这上面的吗？有人在家没有？有没有人在家呀？我到这里之后喊了半天，没有人应答。这两个老人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房间里好像也没人。有人的话，我这么大声，他肯定知道啊。是出去干活去了呢，还是说已经出山了？我天，这个今天来的这个不凑巧啊！飞无人机逛了一圈了，地上搜寻了一下，也没有看到有人的踪迹。哎呀，这两天出门运气不是很好啊！明明人家都住在上面，我们来的时候人家又不在了。带大家看一下房子吧，没准等一下又有可能碰得到呢。这个房子是一个正房子啊，有一个偏房。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地基的，只是这个房子呢，那个搬走掉了。也有人在家吗？我刚刚怎么听到有开门的声音呢？有人在家没得？有人在家没得？不要笑我，我都听到有声音了。有人在家没得？我明明听到开门关门的，怎么没有人应声呢？有没有人在家呀？说你啊！我宁愿相信那个房间里面有人，但是他为什么不见我们？我现在脑壳是闷的。我刚到那里就听着关门的声音，然后接着是听到脚踩那个木板的声音。有可能是他不想见我们吧，还是有别的原因呢？朋友们，你们不要吓我，我真的有点怕了。现在我要走了。朋友们，大家好！刚刚呢，我们无人机航拍这个水库的时候呢，发现对面那里有一栋房子呢，建在这个崖壁下边，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个山洞，好像看到那个山洞里面呢还有水流出来哈。我们现在呢过去那边看一看，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从对面那个位置走到这里呢，已经走了半个多小时了，已经走到这个洞门口了。我在这个途中呢问了一下当地的村民哈，他们说之前这里面住着有一户人家的，也就是现在迁移到这边这个悬崖角上的这一户人家。那么现在呢修了是好几层的这个楼房哈，之前呢他们就是住在这个山洞里边的哈。我们现在过去看一看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他们居住的一些痕迹哈。整个这个洞口呢，它是一个圆弧形的形状哈，看去呢就像一个弯弯的月亮是吧？非常大的一大块石板盖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感觉哈。这个水源还挺大的，
就是从这个山洞里面流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居住过的一些痕迹哈，这边有些土墙房，那么然后它这个地方堆了很多的木板，这边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木板啊，还能够看得到以前居住的一些痕迹。我们进洞里面去看一下吧。我们看到那有个大哥过来了，我们去采访他一下，问问他是不是这里的主人家哈。吃饭没了？吃饭没的？你们家住这里哦？你们以前是不是住这里啊？怪不得，搬出来好多年了呀。以前在里面住，你小的时候都在这里面住？我在这出来是没有。以前的在湾头的全都是那里住，就从2栋房子。你说也全部都在里面住？这边是这个，李刷家在那边，他家就是他5地方干，我家4地方。这底下我伯伯家3地方。你说住了几家人？3家人了。以前的联房、磨房都在这里面。这个大哥呢，就是对面那个房子的主人哈。他跟我说呢，他们之前呢有10几个人住在这个山洞下边。这个洞呢是可以直接通到山那边去了。如果说一旦夏季涨洪水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会有很大的水流出来。那其实它对住在这里的人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我们从外面看进来，里面可能不算大，但是当你站在里面的时候，会发现这里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对吧？这个下边呢就是喂牛喂猪的一个场地，而且是好几家人的哟，不是一家人的。那么人呢就是住在这个上面啊，这边住有1家人，这边呢也是住有1家人，总的呢它是2家人，有10几口人住在这个里边哦，可不少的。也就是20年前有10几个人住在这个里边。这些都是古老的一些痕迹，看看土墙是吧？这就是很久以前的那种土墙。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有稍有烟囱的这些痕迹哈，都是黑黑的。主要是这个里面还有一股很大的一个水啊，所以说真的是人杰地灵的一个好地方啊。我们走上来看一下。一股水从那个洞里面流出来的，太神奇了。这里面这个水啊，清澈见底，大家看看。那么看到没有，水就是从那个洞里面流出来的，整个上面的山体是挺厚的，上面的整个都是大石板。那么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呢？真的是非常神奇啊，尤其是夏季的时候，水是特别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滴水的地方啊，长了一个石笋，非常的光亮。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悬空中一股水从那个山洞里面流出来。这样的山洞里面住着真的是冬暖夏凉啊，尤其是它这个上边整个盖子呢，就是一整块的大石板，而且感觉就非常的安全，住在这里面。那我们从外面看这里面呢，其实上空间是不大的，但是我们走在这里面了之后，发现这个里面空间真的是非常大。我目测了一下，最少有1亩多地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说住个2、3家人，然后10几口人呢，这个确实也是一个事实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水呢从这里流出来之后呢，就从这边呢流下去了，整个会非常的漂亮，这个地方的环境。这个地方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古老的这种土石墙啊，都有居住的这种痕迹。然后更好的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它是有水源的，对吧？而且这个水呢，它的水源也不小哈，正好从那个悬崖洞中流出来这么一股水。如果说夏季的话，会非常的大。这地方呢不开发真的是可惜了哈，这可以打造一个小的池子是吧？夏季的时候有人呢可以在里面洗澡啊等等。我个人感觉他们真的是不应该搬出去啊，应该把这个地方挖平之后，把房子就建在这里，然后开一个农家乐，会非常的舒服啊。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我们遵义市播州区平镇阁老族乡的石头镇景区里面。这里呢，有一个村庄叫做重庆村。在这个冬季的时候呢，这里是空无一人的；在夏季的时候呢，却是人满为患哈。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那些都是避暑房？你看，现在正值中午12点钟，而我呢，正在这个大太阳的下边。你看到我周围的这个树叶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重庆的人喜欢到这里来避暑了。大中午的太阳当空照，然后呢依然是凉风绕绕。我现在带你们到重庆村里面看一下，因为现在正值夏天，应该是很多人已经来到了这个里边。看一下这些房子都是避暑房啊。我们现在走为这条路进去看一下。我记得我去年冬季的时候到这里来是看不到人的，是吧？是一片萧条。你再看看现在，人都过来了。这个楼房上面挂的都是衣服啊，全部都返回这里来了。打麻将啊，让你们来。哎呦，来好多人呢哈！大家可以看看这里这一栋，这里是2栋啊，这里一栋，这里一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正在中午嘛，好多人在休息，要么就是在打麻将。那么大家看看楼上都是晒着衣服，窗帘，整个房子看去都已经很新了。因为来住人了之后，马上呢就把这个地方清理得非常干净。你们看看现在这个楼房看去是不是生机一片？但是当你冬季的时候来这里呢，看着就是啥也没有。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所有的这些避暑房呢，就是隐藏在这些森林之中。那这里一栋，那里一栋的，看到没有？那么下边已经停了好几辆车，这些车呢都是重庆牌照的啊。我们继续再往前边走。那这一栋就要住不少人啊，一栋就要住，应该是最少也是上百人吧。那你们可以看看，去年冬天的时候这里根本就没车。那现在大家在看这些车的车牌，全是重庆的车牌，看到吧？看看现在的状态，简直是焕然一新啊！车子也停了这么多。那么我走这里过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只听到房间里面的麻将声。这些一排全是重庆的车牌。吃饭没，老娘？吃饭没得？你们2个肚子饿了？哦，你们几个肚子饿了？哦。我说，你们是哪儿的人呢？是重庆的呢？我是当地人。哦，当地的哦。哦，你们当地的。哦，你等于你家住这的？你们都是重庆，都是当地的。他们这些来避暑的，啷个避费了？他些房子买的吗？全部是他们自己买了的。哦，好多钱呢？2万多的了。2万1。买哟。他这里等于是7、8年前就已经买了的。然后就是大概就是平方嘛，就跟你这个安屋差不多。哦。他买的，他是长期买的吗？是好多年哇？30年。30年哈。30年还我们那拿。哦，他们来用30年之后就还给你们当地。他是还跟当地吗？是还跟政府啊？还给我啊！我的就是还我。你的就还给那些就还给你的。自留地，真的就还那家。哦，意思他这个房子修在老家的土上，30年后就还给老家。就还给老家。那么他自己付的2万3万是分哪个的啊？2万3万是老本的。老本人承租啊，我的嘛，他要开工人公司了嘛。哦，你们在建这个房子之后，你们是不带钱的，要30年以后这个房子反正就是你的。对。哦，是这样的哈。那后边呢还有好多的避暑房，我就不去了。然后在这里呢遇到一个本地的叔叔他们，他就是这栋楼的主人。然后呢他就讲了这里的情况哈，我觉得还挺便宜的。如果说你在
他们这里呢是6、7年前，然后重庆人上来之后就分别买的。那么30多平米的1室1厅呢，就是2万块钱了，天，那个时候好便宜。然后现在呢，已经涨到了4万左右。比如说你要买2室1厅呢，就是大概8万块钱。你只能买30年啊，就是30年之后呢，这个地皮包括房子呢，就归当地的老百姓所有。也就是说，这一栋房子是从这个土地上面造出来的，那么你就掏钱买30年的产权，30年之后呢，这个项目的老板也得不到，这个房子呢就归这个地皮的主人所有，是这么一种操作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模式其实也可以借鉴哈。那如果说是有老板来开发呢，我觉得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的，你们说呢？你们不是让我给你们找避暑的地方吗？这里就大面积的，人家是特别成功的地方，你们也可以自己过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避暑房呢，你可以买，也可以租，2个方式供你们选择。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这个石梯的步道下山去，估计下边是有人居住啊，我们下去探访一下。这个下山的路全部是这种石梯。我是从这个山上走下来的，这个石梯呢，一直坐到这个地方。这边种有一些这个桂花树吧。你这是种的洋芋啊？哦，远喽！哎，洋芋都长那么深喽。你这个是中间还要套种东西是吧？中间种包谷啊？哦，哦，中间就采不得哈。这点留在你的家人呢？啊。哦。抽不抽烟？我不抽，谢谢。我都还没给你装烟，我不抽。你不抽？我看到那儿有条路下来呀，我就走下来看哈。它那个路是，它那个石梯是走哪儿去了哇？这就下那个点河堤嘛。就下河。啊。是旅游区吗？旅游区嘛，对吧？那现在没人了。现在就是说个人不搞了嘛。不搞了，废了。啊，他们把搞的人都个儿调北地城去了。咦，我看你那个房子都还是土墙啊。我们这儿这没在这儿住。哦，没在这儿住。哦，只有在这儿种点田。就在这儿种田哈。房子买呀，高头新农村的。新农镇的嘛。哦。不买高头的，我们在这儿种点田，没管它，弄个屋建它。啊，房子嘛都几百年了。那好，几百年了。是几百年了哈。啊。没得时间陪你玩哈。啊，没得事，我就在这边耍，你忙你的活儿，忙活儿才重要。啊，好。这个地方这一块石头感觉有讲究啊！你看这一片，一整块石头，这边就是这个房子。这房子里面住的人呢都搬走了，他们现在是下来在这个地方种地。这个地形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这下边是一道河，而且这个河谷还比较深。他们的这个旅游步道，看一看哈，我是从那个地方走下来的。那个石梯呢，从这里下来就到这个河沟里边，然后再通过这个河流转过去。从这边过去呢，那边上去就是新农镇啊。这户人家呢，这里这个房子呢，它就是居住在这个山包的下方，而且这里有一整片的这个平地啊，位置非常的险要啊。下边有河流隔断，
后面呢又是大山，你们看一下这个来龙，对吧？这个三重那边过来，然后正好到这里断开，这里有一个房子，然后下方呢就是河流围住。有没有感觉这个地形非常的牛啊，朋友们？这里这一个石头，从那边走过来呢，就感觉是一块石头，但是从我现在站的这个视角来看，有没有像一只龙爪手？这个地形真的是有讲究啊！不知道在这里居住的以前的人啊，是不是在朝中有当官啊？然后对面的山形是这样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垭口，而这个房子居住在这里呢，它正好可以通过这个垭口可以看出去。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房子啊，都是土墙。这个房子呢，至今呢已经是200-300年的历史了吧？刚刚那个大哥说的。有很多朋友啊，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土墙是怎么做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土墙中间还加有这个木板，实际上呢，它是两边用这个木板给它关起来，做成一个木板的盒子，然后把这个泥巴加上水放进去，用这个木锤子一锤一锤的给它夯实，然后呢，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递增，这样把这个土墙筑起来的。这个呢也讲究很好的这个技术啊，技术不好的基本上你筑不了这么高的墙，有的筑到一半可能就倒掉了，所以说它这个技术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上来看一下。哎，娘，吃饭没有？吃饭了。哦，你要去种地是吧？哎，种地。哦，那你去种地吧，我看一下。哎，你看一下嘛。还没穿呢。啊？还没穿呢。我吃了的，在上面吃了早餐的。哎，你看忙你的，你们要干活。我在这边看哈。小弟，你是哪儿的？我啊，我是贵州的。有的。啊。哎，贵州还有点远哦。远。都懂，差不多都懂。我想跟我不能说，跟你干的懂不懂？他少数民族你又听不懂嘛？少数民族听不懂，汉族的说话都听得懂。哎，好。看这里这个土墙，竟然张开了这么多的口子，它依然是没有偏差的，所以厉害啊！以前的这种特别古老的这个工艺确实厉害啊！你看这些缝隙这么大了，但它的墙体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直。你这里看到好多老古董啊，这还挂了一个算盘放在这里。这个房子是后来做的，但是这个房子呢，也都应该是超过100年了。看到这些土墙啊，不知道大家第一想到的什么？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这户人家肯定是大户人家哈，在以前的话。那么看这个地方竟然是住的2层啊，下面还有地下1层，都是土墙，可能是下面放一些贵重的东西啊，上边呢住人，对吧？这个房屋真的是令我太佩服了，全部是这个木料和泥巴，竟然把这个房屋建到了3层，特别是它的墙体啊，全部是这个泥巴来夯实上去的土墙。3层的这个土墙房，竟然在这个地方屹立几百年不倒。看到这些墙壁上的缝隙啊，也能够感受到几百年的沧桑，但是它的墙体依然没有变形，这可能比现在的很多砖瓦结构的房屋的质量还要好，大家说是不是？太牛了啊！然后还做了这个什么阳台，对吧？2楼和3楼它还做了这个阳台，可以说这是我拍视频几年来遇到的最牛的房子了。哦，100年前这个地方还开过店，我就说这个地方好嘛。100年前这个地方是茶马古道，也就是说来往经商的人、过路的人都要经过这里。
100年前在这个房子里面就开过店是什么概念？而且很有可能在100-200年，这一座房子里面居住的人是有当那种大职的人存在啊。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哈，我还要爬石梯上去，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绥阳县的大山里啊，今天准备到这个大山上去探访一下，看一下我车子从这个毛路开上山来，开到这个位置不太敢开了，刚下过雨嘛，怕这个上去打滑的话下来不了就麻烦了。看到没有，还要翻过这个山崖口，可以看一下这里整个山上种的全部都是金银花，这里这一整片，这里有一棵开得非常的漂亮，给大家来看一下。哇，是不是啊？这个金银花是不是很漂亮？但是它这个金银花怎么没采呢？这个都已经不太好了，应该早一点提前一点采。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咱们遵义绥阳县的话是产金银花的大县，所以说金银花的种植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如果说都开了的话，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漂亮的啊。哇，走到这个山崖口来了，好凉快呀！现在我们就要看到另外一边的世界，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什么风景？这个下面就是一个大型的凹槽，然后整个几边呢，全部是被这样的山包裹的，包括我这边，对吧？咱们下去看一下吧。它这个挖的这条毛路呢，其实看起来还比较平整，还可以，但是呢没有车跑，所以说呢，2轮驱动的车是不敢来的。如果说是4轮驱动的那种越野车呢，是可以下来尝试一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形啊，在上边说起来是一个山顶的凹槽，但是实际上进来之后里面也是很大的，感觉这里应该就是专门养殖的吧。我远远的看到那儿养有一条狗，我天，搞得我又不敢过去了，有点。看到没有，3、4条狗，这么远就哐哐哐的咬着，你们觉得我敢过去吗？我就想问你们，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你敢不敢过去？看到没有，他还想追过来，我去，他还真敢来，跟着屁股来了。说实话，1、2只狗我是不怕的，但是超过4只你就没办法了，因为他一围攻的话，你就比较惨。所以说，还是算了，不下去了，因为狗汪汪汪叫了这么久，也没见到有主人家出来，那就证明主人家是不在家里面的。你还，你还他娘的还跟着我屁股来，你以为我怕你？我们把这个无人机飞出来一看呢，这个地形看起来相当的不错哈，住在山顶的一个凹槽位置，整个环境是非常的漂亮。我们还看到上面山腰的位置还有一户人家哈，诶，听到了狗叫声，还看到了2只大鹅，证明上边这一户人家呢也是有居住人的。到下面那个养殖户去看一下，好吧？咦，好像有人从房子边上走过来。今天这个运气真的是不凑巧，下去的时候没有人回来。哎，这下边呢也是一个老人家，他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不知道装的啥东西，应该是刚从山里面去采什么东西回来。看样子好像也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啊。我估计呢是年轻人在这里搞养殖，然后呢让老人在这里帮他照看一下。因为我看到这个山崖口上啊，有很多头牛在这里悠闲的吃草，而且这里是一片野花地，哇，看起来非常漂亮。你们说我现在是该下去呢，还是该下去呢？刚刚咱们没有详细的看到这里的水源，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源还是不小的。
这个下面是真的平坦啊。这边这2个呢，都是养殖的圈，都是观牛的，应该是。哦呦，这里的野生赤梨才真的结得好好啊！这个果子这么多，再过2个月就熟了，就可以来采来吃了。哇，你这个养的狗太多喽！我说你养那么多狗哦！哈哈哈！走，养了好不好？有5、6个狗哦。5个没6个啊？5个哈。刚刚我来都不敢来。哦哟，养好多狗。哦，养狗是为了看野猪是吧？哦。一只儿、公只儿、雌只儿都有。怪不得你养那么多狗。去年只咬5、6个公鸡儿，就是这几个狗咬的。那厉害哟，这几个狗。没有，就在外面坐会儿就行了。我带的有水，就在外面坐会儿。哎，我在那跳耍的，你肯定没认到。正义的。啊，正义的就在那跳耍。那我刚刚才看到你背兜回来。我在俺那个他娃个男的了过。哦，就带你们2个人在这里啊？小的些带娃儿读书去的。带娃儿读书哈。我看山上还养了些牛，你们养的哈？不是，我们养的关系的。我们现在没养多嘞，原来就不得了，原来是几十个哦，7、80个。原来养7、80个牛啊？原来养得多。要说是养牛，我在这那个过来拉得走不是拉得走了。对。学校做了啊。你们在学校哈？你晓得学校不？我不晓得，干这里好远啊？没得好远，你晓得？最多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哈。哦，等于这里主要是养殖哈。现在应该都在这里，要看野猪那些。这里自己装的。但是我们自己装的，要下底下筋了都。都要下底下筋了哈。底下有缝子，那个喂菌牛我还得整一点没有切到深的下底下筋。所以这里是你们的老房子吗？是租来的哦？我们是在这里养牛，配在这起这个棚棚。哦，老房子、新房子都在底下。哦，怪不得。耶，以前养牛那个是赚到钱的哦哈，你晓得些？都没赚到个啷个钱，在这来学完马路又修圈又买牛，这些不得了啊！花几十万了。花几十万了，底下是几十杆砖了。肯定要花几十万。你是把毛路修通了之后拉毛砖上来的是吧？是了吧？沙呀、水泥呀，全部都拉上来的。是要花不少钱，最少是要好几十万。是啊。但是养了好多年哇，种的。养了8、9年了，都是。10年，从现在起可能10年多点了。10年了多了，那赚到钱的噻。没有赚的啷个钱？是我以后2年才遭个病，你晓得吧？疙瘩病，按牛枣疙瘩病。你听到谈没有？我没听到谈。就是遭个疙瘩病的，把我们山东鸡的狗不是还喂鸡的。哦，租的哈，这些地方全部是。这都是租了。都是全部租的哈。所有这全部都是。租了好多年啊？2006年才买。耶，都没几年了。到了还要续租费啊？那你们晓得这除了喂这个牛，应该其他还有搞生意噻？还有搞啷生意个，这才上去2、3年了。才上去2、3年了，带娃儿个。带许阳是吧？真的嘛，我们那个小的他就不想做活路，也不想去那找活路做啊，他就在带人读书嘛，那个媳妇在上班。哦，儿媳妇在上班。儿媳妇都上班了，找以前的不是我。他主要是养着自己呢，也赚到钱了嘛，所以耍2年也正常。是啊，我那个儿媳妇就想谈了，他说他磨自己的磨够嘛，等他休息2年了。对，因为这养那么多牛也辛苦。辛苦哦。你特别是修这些圈、挖这些路，我想想都起码辛苦了2、3年实在的。是了啊，那么又天气落雨你都要出去啊。对。天气落雨你都要出去望啊，也割草啊。冬天比较恼火。是了啊，冬天是再冷了，狼多牛关节又怕这个呢，年纪推不出去，
这些人走不动了，人晃了，都往地下追啊。都要追着跌去，你我些都走不过来，都还得追着跌去吧。那你他要扯你啷个办咯？啊，就是了。那你再过2、3年的话，也要到遵义去了哈。哎呀，我们这些噻，走遵义就说嘛，脚也走不稳。你家的地下，坐就不敢走啊！你要出刚刚了，刚刚一出头滑，要怕摔呀。不敢骑啊，我骑过了，骑了坐起都坐家，手跟断了来，洗脚说了洗脸说了跟断，你鞋要跟断你到你不敢走啊。刚刚一出了，刚刚一坐都滑，又怕摔。地翻转。哦，是了，你不敢走啊，你去坐嘛，人家坐起他服死你啊。还不如就在老家这里哈。是了啊，我宁头在老家嘛，我都出刚刚出去干嘛，我都出得住了。那你出刚刚都不行呐。你想去干哈儿不行。这坐起都不想走，坐起凉快。水下子你忙了嘛？水下子一会儿没有饭了吃得走啊。咦，我都要走黄杨那边走哎。你都走黄杨头啊？应该要走黄杨，因为我要走正安走。正安嘛，都在太边的了嘛。你们都熟悉哈？我都是那边的人了啊。哦，你是太白的啊？哦，怪不得。那我走了，老娘。我们整个东西去哦。饭吃得走不是，走嘞。哎，好。这个阿姨的儿子啊，也是那种非常能干的年轻人。这条毛公路挖过来呢，也有3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还要拖那么多的水泥砖过来，新在这里修房子，租了这一大片的荒山土地，然后又修那么多的牛圈，又修了住的房子。他这种实干精神啊，是值得很多返乡创业者学习的。我在大山里发现一个隐蔽的村庄，你敢相信吗？整个村庄周围全部是大山环绕，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进去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这个大山里，我开这样的毛公路啊，我已经开了5、6公里了，仍然开不到腿儿，我就不打算往里面开了。我们无人机发现了这个山上有一个村庄，而且住户还不少哈，很多土地都有耕种。我找来找去，我竟然没有找到如何到达这个村庄。你说神奇吧？边上的小路曲曲弯弯的，但是并没有看到哪里有明显的可以到这个村庄的路。我就被困在了这个山外面，想进去看一下呢，都进去不了。我就只能用这个航拍镜头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啊，真的是很漂亮。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村庄很多土地都有耕种。有几家呢，我感觉应该是在山上养殖啊，这也是他们不愿意离开的原因，因为在这个山上的资源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看到远处这条河流啊，真的是绿的发绿。那么它这个村庄前方呢，相当于是一条这个碧绿的河给它围住，那后山又是高山。我真的在这个地方用无人机寻了半天，我并没有寻到他们是从哪一条主路出山的。因为有可能在养殖，整个村子里面横七竖八的全是有鹿的印记，可能是这个牲畜跑来跑去的，不断的穿插了很多的小道。我想走进去看一看，我竟然没有找到路。还有一个原因呢，今天在这个公路上啊，遇到了2条蛇，虽然我没拍啊，都挺大的。我想想还是算了吧，因为进山的话肯定是要走小路，毛不是哪里窜出一条蛇的话，你还挺吓人的。因为这种路上的话，你看到蛇的话，你还不觉得怕一点，但是在森林里面，你要是看到有蛇出来，那确实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庄真的是如世外桃源一般哈。我们在这里猜测一下，这个村庄以前居住的人应该是比较多，那后来呢就搬迁走了。但是呢，有些许的住户啊，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资源太好了，所以又返回这个山上种了那么多的地啊，又搞养殖之类的，这个是铁定的。因为我们看这个上面整个大环境的话，就知道有很多的牲畜在来回的穿梭，才会形成这么多的小道。因为现在像这样不通路的村庄，绝对居住的人是非常之少的，只有在上面有事情要做的人呢，才会在这个地方发展一些养殖的这些项目，大概是这个样子。特别遗憾哈，我真的是想到这个村庄里面去转一转，
但是奈何今天真的没有寻得去这个村庄的路。我在当地老百姓也问了一下，他们说你步行的话可能得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直接放弃了，只能说让你们在这个航拍镜头上欣赏一下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如果以后有伴儿跟我一块儿的话，或许有可能在这个村庄里来探访一下。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比较遗憾，就到这里哈，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奉节的汉奎门。上一次来汉奎门啊，点子不佳，把无人机给飞炸机了，所以就没有拍视频。这一次呢，又神戳戳的路过这里，那我得好好跟大家拍一下这个视频，让大家看一看世界第1大山门是什么样子，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个上边呢有一条公路，这儿是观景台，我所站的这个位置有一个亭子。当然这里也是可以观景的。我们镜头移过来，到达下边这个村庄，看一下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天坑村的感觉。这边的这一片崖壁啊，如果说在下大雨的时候啊，看到没有，这里有水，这里有水，这边也有水，可能是像一个扇形瀑布一样，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今天没有遇到下大雨啊，所以说就看不到这种景观了。汉奎门啊，以前是一个景区，好像门票是10块还是20块，搞不清楚。但是现在是全免费的一个状态哈，大家可以直接到下面去，也可以在上面的观景台来看，反正都是不收费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叫汉奎门呢？因为它与长江三峡自然景观奎门相似，那个呢是在水上的门，这个呢是旱地上的门。从我的感官来说啊，汉奎门更加的像一道门。大家感觉可能从镜头中看呢，这也不是很大呀，但实际上啊，这一道门有600多米高，两山之间形成的这个门道啊，也有400米宽的天然石大门，被地质界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山体石门。在远古时代呀，这一道600多米的巨大山体石门，就好像把这个村庄关在了里面，与世隔绝。这个门呢，也是这个村庄出山的唯一通道。以前大家有没有听老人说啊，不要到山那边去，山那边有危险，有野兽，充满未知。所以说小孩子呢就在这一片地方玩耍啊，谁也不敢到山外面去。后来呢，人们慢慢的冲破枷锁，冲破禁锢，才到山外面去，才感受到山外面广阔的天空啊。所以说呀，人啊不要循规蹈矩，要敢于创新，敢于拼搏，敢于冲破过去的枷锁，你才能够看到外面广阔的天空。现在呢，我就用无人机的镜头，让你们从里面的视角看看山外的视角是什么样子的。只要过了那个山门啊，外面就是海阔天空。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老家的大山里啊，今天没事带你们去山谷里边看一独栋的房屋。这个房屋呢，就坐落在小河边上啊，可惜呢，已经没有人居住了，但是环境非常漂亮。我们去看一看，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啊？这边呢是一个山谷的这种形态，那么我们现在已经隐约的可以看到房屋的位置了。边上这里呢就是一条小河，这里真的是山清水秀啊。非常的美，那么河流呢就围绕着房屋边上，特别的漂亮哈。你看，我们要进入到这一户人家呢，我们这里还得过这个小河，河水也是非常的清澈。那基本上去到他们这里呢，就是顺河而上啊，离这个公路并不远啊，步行上来呢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几大块的这个土地啊。那么像这些土地呢，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你们是不是有那种感觉，这地方可能以前居住的人是比较富裕的，是吧？这个房屋大家看着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宁静？就坐在这个小河边，我们过来看看。是吧？确实是没有人在家里边居住，不过门口呢挺干净的，然后门呢也是上锁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屋呢保留得非常的完好，虽然说已经有应该2、3年没有人居住了吧。我们站到这个房屋的河对岸来看一下，这里环境是不是非常的舒服？上边也有山，进去呢就是非常深的一个山谷。然后走进去应该有好几公里都是没有人烟的，那么只有这里呢有他们这一栋房屋在这里，门前呢就是河流，对吧？如果说这个水位稍微再多一点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我们要洗个菜呀什么的都可以直接在河边洗，用水非常的方便哈。虽然说夏季的时候会涨一些大一点的洪水，但是也不会影响到安全哈。最多的时候呢就涨到这个院坝这个位置吧，我记得历史以来差不多就到那个位置，整个房屋是没有被淹过的，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安全。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拔大概是500、600，有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个夏季的时候避暑呢一定要到高山，其实不是的啊。如果在这种山谷地带河边的时候呢，这种400、500、600的海拔呢也是非常凉快的。为什么呢？它这个水流不断的在流动呢，其实是带有这种河风的。所以说夏季居住在这种山谷啊，通风效果比较好的地方呢，其实也是非常凉快的。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概念啊，在我们贵州呢，这种500、600的海拔跟1200以上的海拔呢，它的天气差异是很大的。大多数情况下，高山呢都会有毛毛细雨，但是在这种低海拔的地方呢，其实是没有雨的。如果说你要论1年4季都居住的比较舒服的话，还是500、600的海拔更适合一些。朋友们感受一下哈，夏天的时候坐在这个河边，吹着河风，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听着这个溪水潺潺的这个声音，对吧？然后很多的烦恼啊都是烟消云散。整个画面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原生态啊。我们进来呢也看到边上这些土地呢有耕种啊，但是这些呢都是山上的人下来种的，他们自己呢已经没有种了。其实在这个房屋的后山呢，这些以前也是有房屋的，只不过呢全部搬迁走了之后呢，可能房屋就倒塌了，只有这里这一栋房屋呢可能保留的比较完好。像这样的地方呢，其实1年4季住着都是让人觉得非常舒服的。包括现在是冬天，你们看整个山上的这个绿植呢也是非常的多，居住在这里啊，真的有那种隐居般的田园生活的感觉哈。我们可以稍微养一点鸡仔自己吃，河边的话我们可以养点鱼，是吧？自己想吃的话就到河里去捞鱼来吃就可以了，很方便。我们要种点地种点菜的话，这个周边也有大面积的土地，也都能实现。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满足了很多朋友对于这种田园乡村生活向往的这种场地啊。哦，等于收业绩要等3年。一般的种植，5至6年，那么就达到产量。种过底下，而且就是种植月的。
第二块的才撒种子，这个种子生得慢，撒起得哪的呢？得2、3月撒起来，这2天都是生起这一批呀。那你比如说这块地哈，这块地要种了噻，要重新种了噻。啊。那你重新把种下去之后，它又要等3年才能收。3年等于相当于是3年一季。哎，3年一季。如果种块根哈，种这种大块根，3年一季。为了我们合作，他要买这种块根呢，他那个买秧苗它长得慢了，来不及就。真的就是什么？短平快的这种。对，需要有收益了嘛。哎。长不起嘛，还被秧的长，你看。那你这个，你看嘛，像这坨，这坨可能就有3到4斤的提出。差不多。多放点，别眼装不到呢。这种大坨的放在皮。多放点，装得些，大的高价。那么它这个会退化不呀？比如说你这个哪个，它不会退化。它这个不存在退化。哦。3年一季，反正翻。哎，3年，假如这个它还有个好处。你有钱用，就在等它5年、6年挖堆去。1年它就一亩地，反正1年给你涨万把块钱的头，你等它涨。我这个不用哈，像行行都全部长满，我这才长3年，地都长满了，这是好几包过的，就是中间套几行，包个行的，这就长满了。还有它有个好处在哪里呢？这个母子它不烂。不烂。哎。你就直接买这个本钱栽，不长出来长出新的这个产量。它就是这种是好。但是好多人干黄金都没干得走。他们不懂。这个叫红花黄金。滇黄金。滇黄金我在那里用，我有在云南文滩我都是拿起来栽，这2年了，没产量的。没产量的哈。没产量的，现在就打消了这个外地的黄金了嘛。你这个就是全部是本地的种。哎，全部是本地的。你这个种子定了一带手啊？这个不行，这个撒种子撒的要3个月，再种种子哈。来得慢。种子它要5年。要长5年。要5年它才有。如果用种子播种要5年。我有山一儿，你看嘛，我是月的种的是当年月的有，2年月的有，我是前后整。你是研究透了的，研究这个黄金人。都不能透嘛，反正还好多年了。种自己在摸索的，这些研究算对这块儿算专业。就说有专家，市里面有专家都能给我整来开了嘛。做黄金，他们那专家，反正那里理论呢，我强不过他。设计的话，他干没你，他没得我的丰富。你看嘛，这属黄金对金，我200多头翻来可能有200斤，我卖400多斤书，太多了。都全部看过的。看过，不看你咋子今天了？这就是我们搞的结果个嘛。资料汇编资料，我搞天麻地上的天麻，我手盖就是我干的嘛。我干机器培训班，83年干一期，也是手盖，真的是的。你就是可能真的是所有种天麻都是你培训出来的。当时是啊，你特别剥头机1个线推过，你们松林都推荐的啊，这是83年的线可以搞的时候，也是我去搞的。80几年就开始干的。哎。这个是主人哈，这里黄金，还有这个。这个人参啊，它是东北人参，那个拿的是白强人参的药材叫泡的。这些就可以吃了是吧？这些可以吃了，这又不用别了，不用洗，泡的要活。那个长得就是好啊。你发展的他们种的也长得那么好啊？有些没得，还是没得我的那个。技术管理不到位哈。你看嘛，我这个站起来，随便一抽起来是吧？这一抽起来它就有人把高。一人多高？对了哈，你随便拿就抽起来，它就人把高。你这个还是技术，也是种子也好，技术也很重要。对喽，像这样子可能还要挖几百斤了。几百斤？这里挖了840几斤，这个从那头挖就过来。840几斤。这里不知道挖几百斤了，我算都算的。反正我这个栽的时候才3年，栽的时候就是坡上走来，大小不一样，那么栽的，所以它有些啊，像那个小根的哈，像栽起它要小根的，就是个小了嘛栽的，哇，这样栽的。
它就大小不一样。如果浅色像这种云境的话，它还要高层那边要大头些。这个人心不绝哈，就像也还得够意思。对对对。拿这个包裹啊这一类画上去的话，你研究黄金研究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品种的？因为都是找对比啥子，5年前就对比出来了，对比出来就其他的就甩了，捡的不要，我在坡上床头都不要，只能摘根样品，我拿来没有用的，摘也不长。我就单找这种黄金，现在就是在山上啊，找都专找这种。现在嘛，当然发展起些了。现在发展起来，你现在插啥子以为不可以带起噻？我这可以这样没？我跟你说。你当地带起好多户来干这个事？种黄金的话，我们这附近啊，附近有12户。这你在哪里的？那么远点就发展多点，像山河的，我就发展了12家。他在我这哪个品种嘛？也都是你对比出来了这个东西，这个品种是最好的，然后他们来找你那个拿去发展的。他来认了，他那些有黄金，他不是这种，像山河的。像这品种，他就他也没得，他就得只有买这个品种，他得到买其他品种，他买还不着了的，拿起来晒没得效果。买来摘2、3年没用的，是没用的噻。就像我那边你选它盒子那去。花点麻杆而去，你再10年它都是个样子，不就长？底下不长个杆？要长啊，1年长像纸门那个，就像还有那种云南那种红黄黄金，再要3年了，底下像大纸门那个2个8的2个泡看。但我这种3年它就有几斤了，那家大的一般的1斤多，随便都是1斤多，找你摘好了样子。1根苗苗下最少都1斤多。3年要是干个4、5年的话，收得更多。是喽。像你这个呢，也猛地。干了好多斤了？你们得干个1万把斤嘛，没得问题的嘛。我有网友说他都想跟你学，你啷个知道这个事情？学没有喊他上门来哟。上门来学。我也是把组织号嘛，拉小学嘛，组个团儿嘛，然后一次性嘛，喊你讲下课这些可以噻。可以噻，成立个培训班哈。成立培训班。把这个会场的布置好不在哪里按资料对着你们的发文资料，让他设计学噻。对对对，你个人理念上啊，有些你不行，最好是设计现场不行。现场，然后拿起产品，然后自己啷个种好。对喽。对对对，应该是那种理论培训加上实践，然后才晓得啷个整这个技术。我这还有点有点朋友们，大家好啊！现在呢，我在这个种黄金的郑老师这里。那么前2天发了一个视频，不是说郑老师研究几10年中药材是吧？包括天麻，包括黄金，他都是研究的比较透的。那么像黄金的话，研究了好几年，在5年前呢，他才从10几种黄金中对比出来，这种黄金的产量最高，效果最好，口感最好。那么他就舍弃了其他所有的黄金。那我们发了这么一个视频是吧？好多网友呢，其实就想学一下这个技术，对吧？想自己也种一点，因为这个产量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就是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呢，贵阳医科大学的一个刘教授呢，也当时在现场，对吧？还把他这里的黄金拿去做了研究。所以呢，整个贵州呢，这一种类的这个黄金呢，是他这里才有的，也只有他这里呢，才把这个成果呢做出来了。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这个产业呢，实际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业。因为现在的话，不管是黄金还是天麻，它都是药食同源的，也就是说，大家不再把这个东西当成药，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吃的。那么在吃的时候呢，同时又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个山顶天坑的位置，这边呢叫广西700弄啊，很多地方呢都叫弄。那么我身后这个天坑呢，就是世外桃源一般的存在了，但是在很多年前呢，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从这个地方，他们当地的村民不知道花了多少年哈，挖通了一个山体隧道，穿过这个隧道呢，
就到村那边去。你看一下，上面是很厚的山。这个地方不知道能不能过得了，他好像在等我，那我先过去吧。耶，这个隧道的长度其实也不短呀，好几十米啊。它穿过这个山体，他们的这个盘山公路是开到这个山腰来，然后基本上是在山间的位置呢，他们可以很少的去来打通这个隧道啊，稍微这个工程小一点。你看这边就进入这里边了，这里边住的人还不少啊，这个弄堂里边。来到这个村庄里面，发现这个村庄还挺大的，你看全部是错落有致的这个楼房，阶梯式的建上去。这么一长排的这个房子，感觉这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哈，还不小。那么那个路上去啊，上边好像还有一个学校什么的，待会儿我把车开上去看一下。我刚才呀在外边飞无人机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它这个公路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里面是弯来弯去的，我还不知道它这个洞口在哪里。我们进来之后呢，才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啊。我到这边这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看哈，从那边那个洞穴穿过来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它这边又折返一个弯，到这个地方去拐弯，然后从这个洞上边又弯到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还有一片的房子。这个公路修到这个弄里呢，它就是专门为这个村里面的村民修建的公路。到这个里边呢，你是出不去的哈，只能又回头经过那个洞穴呢，我们再出去。到这里面它就是一个尽头的公路了。这一个圆形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啥哈？这个呢就是存水用的，这个是水池。看看这个水池，一个水池能装多少水？不得了哈。那么像在这个山顶的弄里面啊，他们是缺水的，山上都是岩石，所以说保不住水。整个地方呢也是缺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山壁上呢修了很多的这种圆形的池子，这个呢就是存水用的水池，很多哈。这山上到处都是，因为这个地方住的人还是比较多嘛。它是怎么存水的呢？这个水池其实在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些山体的岩缝之中呢，它是会有这个山沁水出来的。那么他们可以把这个山沁水呢就直接接到这个水池里面进行储存。那一旦在遇到天干旱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水池里面的水。而且呢，这边你不要看这么多的弄啊，他们其实都不怎么缺水的，因为修的水池足够多，存的水足够多，哪怕是有3、4个月不下雨，他们也不会缺水。因为这些水池里面随时都是满满当当的水，只要下雨，他们就会把水全部存到这个水池之中去。现在我已经到这个上边来了，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学校，我好像听到了很多的学生在里面说话的声音啊。想不到啊，这个天坑里面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学生。目测了一下，应该有好几十个小孩，你看这些都是小孩，还在上学，还没放学。这小孩是还在上学吗？哦，这个屯子里面还有好多小孩啊。对啊，可能有几十个哟。就很多啊，就是他们，我们这里有一些家长不在家，然后他们就只能在这里上，去不了那个楼部小学。这里有几个老师？现在就一个。一个老师？对。一个老师带这么多小孩？那没办法啊，别的老师不愿意来呀。哟，挺辛苦的哈。对啊，以前没通公路的时候都没有老师愿意来了，就是老师来这里来了都10几年了。这个老师在这里10几年了。对，因为从我老公开始就一直教的。你老公就是这个老师教出来的？对对对。然后他现在还在这里教？对的。已经20多年了。对，别的老师不愿意来这里啊。以前我们这里不通公路，就是别的老师不愿意来。哦，这你小孩？对呀。你也才20岁、21、2岁吧？对。你看21、2岁的小孩都有了。你赚钱。
医师还有一个这里，在里面。人家在那里，那个男孩的那个粉色衣服那个女孩是吧？对。她多大了？1岁，不是2岁多了。2岁多。对。那你19岁多就生小孩了？对。这是你家还是你老公家？这是我老公家的。啊，是大化那边。哦，大化县。对，大化县。那你们是自由谈恋爱的喽？对，自由谈恋爱的。但是父母那个介绍的话是，我觉得不是。对，还是自己选上的好。你来的时候通公路了吗？通了。我来回通。上小学就可以不管了，然后在家里父母带，你就可以出去了呀。对。你不是年纪轻轻的跟老公分居两地也不太好。对啊，你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觉得我愿意在家做人守护你，肯定不愿意是吧？不能谈妇女，像你们都还本来就是妇女啊，自己都还是小姑娘对吧？只不过结婚的早而已嘛。好，那我走了，妹妹。有机会再到你们这里来玩，那个时候希望你还在这里。不是，万一你发财了，离开这个地方了呢？对呀，等我发财了，我想着把我这房子给搞下来，重新搞个好。祝你发财哟，妹妹，肯定会发财的。或许我再过2年3年来，你已经发财了。是真的。那我发财的话，我一定要先买。好，那我走了，妹妹，拜拜。刚刚跟那个妹妹聊了一下呀，大概知道这里的情况。他们总的有30-40户人家哈，然后你看这个房子建得很密。我们呢也只能从他那儿了解，因为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基本上都是不会说普通话的，而且他们的少数民族语言我也不懂。生活在这里呢，说实话条件确实是比较艰巨啊。在这条公路未通之前的话，他们都要翻过这些大山，然后再下去。每一次去镇上来回的都要搞个5-6个小时，所以说非常的辛苦啊。这里的人非常的勤劳哈，从外面修了那么陡的那个盘山路上来，然后又把这个山体挖通隧道，包括这个村子的内部呢，它也修通了这个穿来穿去的路，上面还有学校。在这么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然后能够把这个村庄也建设的挺好。你看那个楼房都是2-3层、2-3层的。这边的人我们确实看得出来，他们比较勤劳。看看这些山上啊，很多这个石旮旯的地方，一点点的地方呢，都把它开垦出来，然后种了好多的玉米。当然现在呢，基本上就一些留守的老人在家里种这点地，然后年轻人呢，大多数都在外面打工了。但他们的小孩呢，很大一部分都留在这里了。你们看，总的是30-40户嘛，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小学里面呢，就有30个左右的小孩，所以基本上小孩都是留在这里面上学的。他们把这个1、2年级上完呢，然后再出山去，在这个镇上去呢上3年级开始吧。那挺佩服那个老师的，主要在上课也没有时间问一问他，他一个人在这里教书教了20多年。可能最近几年呢，这个公路通了，那么他可以轻松一点，开车过来在这边教书。但是前面的10多年呢，基本上都是走路过来了。特别是留在乡村的这些老师啊，我觉得都非常的伟大。好了，今天呢天气也比较晚了，我们不在这里停留了，还要赶往下一个县城。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拜拜。